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首先要确认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最近呢，好几次直播都是开的这个横竖双屏啊，就是同时可以看横屏和竖屏，对吧？你们有谁是看横屏的，有谁是看竖屏的，可以稍微的这个报个名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这是 YouTube 提供的一个新功能，就是同时看横屏和竖屏。是不是你们只要拿手机看就可以看竖屏的呢？有人点赞了啊，欢迎！这是从5:18就开始点赞了啊，非常非常欢迎。先说一下吧，本周的话，明天因为有朋友来啊，所以明天可能第一个早上就是明天早上肯定是没有节目的啊，然后后天是不是有节目也不好说。至于会员节目呢，上周没录啊，这周应该有会员节目，但是说实话没太想好要录什么，对吧？这个特别是最近的行情实在是让我很不开心啊，所以会员节目可能要稍微的这个休息休息，准备进入过年状态吧。对，明天有朋友过来，然后去吃饭。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随时在这儿说啊。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话题。好，喝口水，咱们开始。过年有嘉宾回国嘛？这个肯定过年还是有朋友在国内晃荡的啊。就是去年其实过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国外的听众跑到国内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吃饭聊天啊。这个如果有回来的啊，欢迎约一把。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微信封禁元宝红包，导致腾讯市值暴跌2000亿港元。微信也是有苦衷的。微信封禁元宝红包这个事儿，先跟大家稍微捋一下啊。这个元宝呢是拿着马化腾给的尚方宝剑，在微信中发红包链接的，被微信直接给封禁了。回去改成了密码红包，微信狠起来，我连自己都打啊！他是人家自己发的这个，腾讯市值暴跌2000亿港币，有人领了几块钱的红包，持股腾讯亏了30多万啊！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事情。那么这个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今天的故事呢，分4段啊。第一段是元宝事件的始末，第二段是腾讯股价暴跌，到底是为哪般？第三个，微信到底为什么是有苦衷呢，还是表演有苦衷呢？第四个啊，2026年的红包大战啊，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好，首先呢，咱们来讲元宝事件的始末是什么样的？这个真的是马化腾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开2次年会都在那讲说我们啊 AI 迟到了，我们一定要追上，要弯道超车，我们要发10亿红包，要像2015年那样啊，直接靠红包让这个我们的 AI 入口正式的去打赢这一战啊，他实际上是在做 AI 入口之战，想要弯道超车。2月2号、2月3号，元宝红包刷屏在各个微信群里头啊。当时我有几个微信群里的，都是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聊天，全在那发元宝红包了，也确实是比较烦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在元宝里头啊可以抽奖啊，一天大概是可以抽5次。分享红包到微信群里呢，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玩法。抽到的奖金呢，也不是当场给你啊，抽到的奖金会进入奖池，每过几天啊，可以提现到你自己的微信钱包里头去。元宝呢，直接在下载排行榜里冲到了第1名啊，这个确实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啊，咱们讲的所谓的像下载排行榜都是苹果 iOS App Store 的这个免费榜啊，就是它直接冲上第一了。元宝服务器甚至都挂了啊，这个也是中国特色。像什么春运啊、双11啊这种事情，你如果服务器不挂的话，一定是你这个活动做的不够好啊。中国人嘛，最爱干的活是什么？就是凑热闹，对吧？平时被管手管脚，这也不让那也不让啊，终于有热闹可以看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啊。通义千问啊，今天也是在发红包了，也是把服务器干挂了啊。这个只要有这种事情啊，服务器都会挂的啊，所以元宝也短暂了挂了一会儿。我呢是领了4块多钱出来啊。2月4号，微信就封禁了元宝的这个链接。微信官方的公告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说我们收到了用户针对元宝的反馈和投诉，其春节营销活动通过做任务、领红包等方式诱导用户高频向微信群分享链接，干扰了平台生态秩序，影响用户体验，对用户造成了骚扰啊。这个首先呢，虽然我没有去投诉，但是确实很烦啊，就很多微信群里的全都被这玩意儿刷屏了。那么微博认证的微信公关总监的账号叫微信周怡啊，这个喝粥的粥啊，微信周怡则发了条这个博文啊，说用户体验第一，一视同仁，并配图啊，我发起疯来自己都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注意啊，那么要注意，就是他这个微信啊，他这个微博的这个博文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啊？不是我发疯了，连自己都打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一视同仁。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元宝呢也给出了回应啊，没有叫冤，没有叫屈，说元宝正在紧急优化调整分享机制，我们将尽快上线，确保用户抢红包的体验啊。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2月4号，也就是微信封禁元宝的当天，腾讯股价暴跌啊，市值直接损失了2090几亿啊，这个港币直接就跌下去了。所以有人说啊，领了几块钱的红包啊，却在股市上亏了30多万这种事情啊，这个老范在这里郑重声明啊，没有买腾讯的股票啊。当然，老范最近买的各种的科技股的这种基金呢，也都跌得很惨啊，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讲。2月5日呢，元宝链接以口令红包的方式回归了啊。这个抖音和淘宝分享到微信里的链接呢，实际上都属于叫口令链接。所谓口令链接，就是你把这个口令复制下来以后啊，然后再回到抖音、淘宝或者是元宝这些 APP 里头去粘贴这个复制好的口令，就可以跳转到对应的链接。但是呢，你在微信里头不允许你直接点击就跳跃，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内来去对链接进行解析啊，这叫口令链接，或者叫口令红包吧。这种方式呢，步骤就变得复杂很多了啊，无法实现更复杂的这种任务链条啊，转化率一定会暴跌的。但是呢，还是回归了。元宝红包战略呢，基本上算是废了啊。因为它这个模型本来就很烂，它在所有的国内这些AI 平台里头，它的模型是最烂的，连接被封，转换率直接掉下来。元宝派的邀请码到现在也很难传播了，我的元宝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领到元宝派的邀请码。最新的战况是什么呢？微信封禁了这个元宝之后，继续封禁了阿里的红包链接，现在微信再次封禁了元宝的口令红包，就是口令在微信里头也不允许这个复制了啊，这个算2封啊。而且封完了元宝的口令红包之后，又把阿里的口令红包也给封了啊，就是你现在拿一个阿里的红包到微信里去分享，点击复制是不允许复制的，所以现在这个口令链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那么腾讯的股价暴跌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一看说你们内部打架了啊，这个腾讯玩不转了啊，这个内部马化腾说话都没用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与很多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微信封元宝呢，
肯定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呢，这个到底是有多大的原因啊？到底是占多大比重呢？这个没法具体去分析。首先要确定啊，这不是大盘普遍下跌的一个表现。2月4号当天的恒生指数基本持平啊，还微涨了0.05%，基本上就没动。恒生科技指数呢倒是在跌啊，跌了1.84%，但是呢，腾讯呢跌了3.96%，基本上跌了4%。所以呢，这个肯定不是说跟着大盘走的啊，就是腾讯是属于专门的，要比别人跌的多一些。这一段时间腾讯一直在跌。5号呢，基本上是横盘了啊，这个6号继续下跌，也没有被修补回来啊，所以这就是腾讯在港股上的一个表现。那腾讯怎么整成这样呢？啊，咱们讲一个叫3锤震腾讯的事情啊。第一锤是什么？叫增值税传言啊。首先呢是3大运营商确实因为增值税税目调整由6%升级到9%。发了一个公告，对吧？3大运营商发完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哎，腾讯你是不是也该升到9%了，对吧？现在我们都不打电话了啊，都是直接用微信就语音了。那3大运营商都涨到9%了，腾讯你凭什么不涨呢？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腾讯的增值税也要涨，即使不涨吧，那你运营商这个成本上升了，肯定也会给腾讯多收点钱。对吧？你腾讯去租各个运营商的机房，去租它带宽，这个成本难道不会上升吗？甚至还有一些小作文啊，说腾讯的游戏业务以及广告业务利润太高，征税太少啊，它这个增值税要从6%直接上涨到32%。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是32%的增值税吗？白酒啊，就是白酒就是32%的增值税啊。说这玩意儿太挣钱了，给按这征税，然后。腾讯也好，腾讯再找了一帮媒体也好，赶快出来辟谣啊，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说这个首先运营商保证了啊，自行消化税收增长，不会涨价的啊，甭管是对于这个带宽啊，还是对于这个电话费都不会涨价的。然后9%的增值税调整啊，不涉及广告跟游戏收入，与腾讯无关啊，这个事儿是没有关系的。至于32%的税收这件事儿呢？根本就找不到具体出处啊，估计是有人拍了脑袋，大家就开始传播这个小作文了啊，所以这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可以考证的出处，这没有的事儿。这是第一锤啊，第二锤是什么呢？谷歌 DeepMind 有一个叫 Project Genie 3的一个项目发布了，实际上就是谷歌可以通过世界模型啊，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出游戏来。这个模型发布了以后，带崩了全球的游戏股啊，只要是做游戏的全跌了，认为啊你们要马上被 AI 干掉了。从 Unity 到育碧、任天堂，所有跟游戏相关的没有不跌的，对吧？腾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没有之一，会受到影响，这是必然的。而且腾讯是 Unreal 游戏引擎啊，现在也是2大游戏引擎之一啊，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 Unreal。然后呢，还是这个育碧啊，它是这2个公司最大的股东。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知道的大量的游戏公司，腾讯都是股东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做《艾尔登法环》的呀，什么这些啊，都是腾讯的啊，腾讯都是它股东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腾讯啊，你不跌就没有天理了啊。所以第二锤是谷歌 AI 给的。至于第3锤呢，就是今天咱们讲这个微信封元宝啊，这个也是给了它很重的一击。腾讯在 AI 领域里头本来就落后了，对吧？好不容易想要奋起直追，还被内部小团队利益拉扯，给搞废了，对吧？现在只要在 AI 领域里头有投入的，其实股价都在下跌啊。这不像上半年了啊，不像去年了啊，就是你只要是 AI 说我去买显卡了，我要去做资本投入了，这个你这个股价就会上涨。今年是。只要你喊着说我往这个里头投钱了啊，这个股价就下跌啊，这个现在没办法。谷歌呢，这种大家都觉得有希望的会小跌啊，因为他说我们要2026年投1840亿美金的这个资本投入进去啊，要去建机房啊，那你把这个钱扔进去以后，每年的折旧费基本上就跟现在谷歌的利润是一样的，所以以后就不挣钱了啊，所以啊，它在小跌。
像 Oracle 这种大家觉得没希望的就会大跌啊，被 AI 影响的也是必然要跌啊。比如说 SaaS 软件以及游戏，其实我们前面专门录了一期节目讲，说这个 SaaS 软件股都不行了啊，这2天继续在抛售啊，这个就完全站不住了。腾讯呢，在做 AI 投入，还受到了 AI 发展的影响，对吧？一方面他花钱去砸机房去了，另外一方面还正好挡在这个谷歌的世界模型的枪口上了啊，又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那你必须跌，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 AI 的这些大厂里头啊，AI 基建资本支出最高的是字节跳动啊，今年是1800亿人民币。啊，这个当然，你对于美国那种动不动上千亿美金的肯定是小钱了，对吧？然后呢，第2名是阿里啊，3年3800亿啊，一年也就是200-300亿的样子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啊，都是人民币啊，是第2名。第3名呢啊，或者再往后呢，就是百度跟腾讯啊，应该也都是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啊，都是要去投入的。只有像苹果这种彻底躺平的啊，在这一次股市波动里头算是逃过一劫。所有前面这些啊，就号称我们要这个疯狂的投入建机房的这些，全都跌了啊！而且呢，大家觉得没戏的就跌得多一些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腾讯的股票后边到底怎么爬起来，还需要拭目以待啊！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具体怎么爬，这怎么能翻身真的很难想。那么腾讯啊，那么微信到底是为什么呢？把这个元宝给它封了，是有苦衷呢，还是表演的有苦衷呢？首先给一个结论啊，微信的逻辑呢是必须要避免被阿里、百度、字节的红包薅羊毛，还要避免被反垄断调查盯上，所以才有一视同仁这4个字啊。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微信发那个文里头啊，最重要的4个字就是一视同仁啊。中国的反垄断法一直都致力于拆墙，但是呢，效果并不好。它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那微信肯定算啊，这没什么好说的，不得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排除和限制竞争，并且没有规定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打通链接，但是呢，禁止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啊，这个是咱们现在法律要求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呢，正当理由这件事啊，水分是很大的，对吧？因为很多理由本身是逻辑无法自洽的，即使是政府下发的这些理由，也是逻辑无法自洽，而且还不允许这个留痕追踪啊，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说我想查一下到底为什么啊，你给我一个盖章的文件没有，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各个平台就有很大的空间在里边去夹带私货。所以虽然要求封禁之后啊，这个要有正当理由啊，但是这个正当理由基本上最终解释权都在平台这里啊，因为平台一方面可以利用这种最终解释权啊，这个夹带私货，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利用最终解释权替政府背锅啊，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合理的东西，那怎么弄的啊？就是平台你的问题啊，跟政府没关系，他会可以干这种事儿。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反垄断法呢，虽然要求封禁之后要有地方申诉，但是这一块呢形同虚设啊，基本上申诉没有成功过的。那么微信的逻辑是什么呢？大家都在发红包啊，都通过红包引流，为了避免阿里进来引流啊，为了做到一视同仁，就必须先封起来，连自己都打。规矩就是禁止通过任务引导和激励的方式诱导用户在群里头频繁发链接啊，因为这件事呢，已经不能再说是说，哎，我们这个侵害用户权益了，或者说侵害用户的这个隐私啦，什么这都没有啊，就是啊，这个用户的体验不好啊，所以就把他们通通都封掉了。为了限制阿里，牺牲一下元宝啊，这也算是战略考量之一吧。毕竟呢，腾讯只给了10亿嘛，而阿里给了30亿，对吧？阿里是AI 领域里头肯定算在中国老大老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那么腾讯离得很远啊，而且钱也没人多，说我们就干脆牺牲一下自己吧，限制一下得了啊。阿里今天呢是开始发红包，
5个小时送出了500万杯奶茶啊，500万单奶茶，这可能一单里头还不一定是1杯。奶茶店直接爆单了啊，所有奶茶店都直接疯了。千问现在是免费下载排行榜第1了啊，已经把这个元宝给干下去了啊，不但打了元宝和豆包，顺手还收拾了美团跟京东啊，这个所以阿里这30亿人民币还是花得很值的。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真的像这个微信讲的这么光明正大吗？其实还是部门利益夹带的私货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公司或者叫集团战略的话，你 QQ 也应该把它封掉，你不能光微信封啊。但是 QQ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封禁，既没有封禁元宝，也没有封禁阿里，说大家来啊，我们这儿开心啊，想发就发吧，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只能是微信啊，利用了一个这种国家的法律也好，利用了很多的这种号称是举起这个大义也好吧，就是把他的兄弟部门元宝给坑了。QQ 既然不封那么你这个微信的活动就一定是自己的部门利益。所有部门呢，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利益诉求这个不会说哪个部门没有利益诉求的。微信这种强力部门更是叫听调不听宣我有自己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你跟他说这个要求微信做牺牲的时候，那微信的人也会上来跟集团讲条件说那你要求我牺牲没问题那出了问题谁担责任谁也担不起这责任。这个微信出问题绝对不仅仅是赔钱的事或者说你的收入不达预期的事情，微信出问题那是有可能直接把腾讯覆灭掉的那个里头可能会传播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这个对于腾讯来说那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所以不敢去真的压着微信往前走。公司内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叫宁与外人不与家奴这个话好像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给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外人拿了好处就走了，而兄弟部门呢后面还要跟自己争资源争晋升的指标。比如说这一次元宝起来了那以后他要别的资源的时候呢，他还是从你这儿去争。你如果是说千问起来了，那他下次需要资源的时候他还到市场上去争，未必能走到我们家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而且有的时候最后还有晋升的问题。我们在同一个公司里头，如果那哥们儿晋升了，最后有可能会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对吧？这个事儿叔可忍，婶儿不可忍所以对内的这个竞争一定是最残酷的这个没有跟对外竞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内斗呢也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要找到大义名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微信就找到了大义名分我们不能让阿里进来薅羊毛我们还要避免这个被这个反垄断法打击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正当的理由，然后呢连自己一起封掉这样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同时封禁元宝跟千问以后，元宝一定是伤的最惨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千问人家自己还有自己的流量，对吧？还有淘天，还有淘宝闪购，还有一大堆什么高德地图，一大堆的流量呢。而元宝只能靠微信和 QQ 渠道，它没别的地方去发去，对吧？所以你这儿一封呢，这个就只能是把元宝直接干掉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所有要求先苦一苦自己人的都是很虚伪的。外人最多就是不打交道了我们走别的路子去了。而自己人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微信呢就是靠薅手 Q 的羊毛起来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元宝再薅了自己的羊毛一定要严防死守。我记得以前好像很多人就说这个人原来比如说做销售起来的，然后在这个以上一家公司可能就偷偷的做私单如果一旦这样的人重新创业当了老板，那他一定是对下边人再做私单看得特别严防死守，对吧？所以微信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来就是比如说偷偷的这个媳妇儿熬成婆的过程中给这个婆婆没有好脸色看，把婆婆的钱都偷干净了，然后等他下边的媳妇儿再想熬成婆的时候，他得严防死守这个当时我干的活不能让你们再干一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公司像微信这样的像腾讯这样的大公司，想要跨越周期，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呢？不是押对了宝也不是说开发了正确的技术和产品，
而是自上而下的整合能力，令行禁止的能力，对吧？大公司内部一定是有很多的这种掣肘，有很多的问题的。你如果是竞争的话，特别在创新力上，它是竞争不过小公司的。那么他们怎么能干掉小公司？就是上下一条心啊，把这个力量聚集起来，才有可能去打败周围的群狼环伺，对吧？那么必须要上边一声令下，下边通通得干活啊，这个才有可能让带着大公司这个跨越周期。看看谷歌，咱们再看看微软跟亚马逊。谷歌呢，所有的产品线都在自学自愿的接入 Gemini 啊，这个还是速度很快的啊，所以谷歌这一块大家是比较看好的。而微软它就比较倒霉了啊，大模型不是自己家的，现在还在纠结是不是要做自己的大模型呢？各个软件平台对接 Copilot 的效果也都一般啊，这就是微软现在遇到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啊，大家都在盈利，可能盈利都是达到预期、超越预期，或者在预期线上啊。谷歌的这个股价跌的会少很多，而微软就会比较悲惨。亚马逊呢，贝索斯在的时候还是可以令行禁止的啊。现在这个 CEO 除了裁员买显卡，其他啥也不会。而且亚马逊的主营业务在 AI 融合这一块基本上啥也没干，对吧？它是有这个亚马逊 AI 搜索，但是效果基本上是你是看不出来的。它还不像谷歌跟美塔似的，对吧？因为我们上了 AI 了，我的广告收入有大幅的上升。亚马逊没有说是因为我上了 AI 了，我卖的东西卖的更多了吧，并没有干这个活。所以亚马逊啊，这个公布了财报说我们要上$2000亿的这个设备投入以后啊，直接就崩菜了啊，没法看了啊。中国呢也提了好几年的统一大市场啊，去年提，今年继续提，明年可能还会继续提。就是一旦当你这个上面指挥不动下边的时候，这种巨头想要跨越周期就基本上没机会了。2026年的红包大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最后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腾讯元宝10亿人民币，玩的呢叫分享链接，增加抽奖机会，完全依靠微信和 QQ 渠道进行裂变扩散。这次呢基本上被玩死了。阿里千问30亿各种的免单，各种的减免，它其实并不是直接发钱给大家，就是我这个去买个奶茶由阿里直接付钱了它是这样的。实际上再玩了一次外卖大战，阿里全平台都在给流量，而且今年还看了一个特神的事儿，今天开幕的米兰冬奥会，阿里巴巴的千问作为奥运史上首个大语言模型技术应用提供支持这一次被载入史册了它的模型肯定是要比腾讯强很多的马云还亲自坐镇今天还报道了说马云去千问的办公室去了去走访去了只要涉及部门协调没有老大上场都是没用的当然你说元宝这个人家马化腾也上场了也没用这个就没法整了。现在阿里各个部门都在动虽然内部摩擦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呢还是在往前走着所以在这一块呢，阿里要比腾讯要强很多。至于百度呢，文心也给了5亿的红包，主要是在百度各个 APP 之间使用文心的各种功能，再去画个图什么的我觉得讲百度这个事儿就属于是有些丢人了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把它忘掉了。字节跳动的豆包呢，现在应该是国内最好的模型，有传闻呢是要给6亿红包，但是呢这个数呢没有最终的敲死就是也是大家在传没有官方的确认。今年央视春晚的合作伙伴就是火山云的豆包大模型所以具体的玩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对吧？虽然大家现在都在骂说这个春晚1年不如1年春晚上了哪个导演以后就彻底没法看了，又这个要这不要那个前2天Papi酱还拍了一个这个讽刺春晚导演的一个这个小视频这2天被下架了，对吧？那么这个春晚的合作这个甭管是多烂吧，毕竟中国有这么多人春晚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联欢晚会这个里头是字节跳动的豆包。这些咱们讲到的这4个红包其实呢都是假红包。什么叫假红包？什么叫真红包呢？
真红包是要利用社交关系，利用民俗和杠杆，撬动用户之间发红包啊！你最早2015年的时候，微信开始发红包，它其实只投了，我记得是5亿还是几亿人民币投进去，剩下都是我们自己在这发来发去的，对吧？要吸引商家在相同的规则下不断加码啊！像我们能够发了以后，这个很多商家也进来发，然后要吸引用户自发的、自掏腰包的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个才叫真红包。而假红包是什么？就是没有社交关系加入，或者只用社交关系做裂变啊，就只想索取，不想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能有平台自己去发红包啊，商家跟用户都不会加入进来，也没有办法让这个飞轮继续转下去啊，这种就叫假红包。所以今年即使是腾讯的元宝红包也是个假红包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往元宝红包里充钱，说我自己想发一个你是发不了的啊，必须要在微信里边充钱才能发红包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最后总结一下吧，首先啊，行动起来，先搞几个红包啊，即使只有几分钱，也会是很开心的。中国的 AI 产业，阿里跟字节最后必然会有一战。腾讯跟百度基本上已经跳队了啊，等他们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接受现实就可以了。AI 社交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范式和场景，最近正在酝酿巨变，让我们拭目以待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好，看看大家都聊什么了啊？好像聊的也不是很多嘛。啊，跑步回来了啊！大家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对，过年有嘉宾回来，是的，我的腾讯跌了10%啊，所以搬小板凳来看直播。哎，腾讯股票这个就没法讲了啊。元宝如果不直接集成到微信聊天窗口，热度过了就没人用了。是这个集成进去也没什么用啊，因为它的什么呢？它的模型实在太烂了，甭管是回源模型还是 DeepSeek 模型都很烂。为啥每次点进来直播都从6分钟开始？那是你从6分钟开始看的吧？你是8.06进来的呗？回国干嘛啊？是想念家乡的地沟油了吗？哎，这个千万别惦记地沟油了啊！现在地沟油都不够了，咱们现在地沟油都出口了，对吧？这个中国现在第一个是垃圾啊，把这个垃圾填埋场都挖干净了，干嘛呢？去燃烧发电啊！原来为什么不用垃圾发电呢？是因为燃烧温度低啊，这些垃圾烧完了以后会产生二恶英，会污染这个环境。后来呢，他们想办法把这个燃烧温度提高到2000度还是几千度，然后就可以彻底把这个垃圾全都烧掉啊！这个，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快把垃圾山都挖光了。至于地沟油的话，现在都是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啊，他们去做这个生物燃油使啊。现在中国自己都不够使了。不对啊，应该说是矿物质调和油啊，品质又升级了。哎呀，这个中国的油呢，其实中国吃的绝大部分的油啊，特别是饭馆的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油啊。这个现在川普不又说了吗？说哎呀，这个你们又要赶快买呀，然后一季度要多买我们的这个大豆啊，对吧？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川建国同志又跟我们汇报工作了啊，然后这个在他的各种哀求下，我们决定一季度多买他一点大豆啊。那么买回来这种东西，实际上一方面是做饲料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榨油了啊。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中国就是吃豆腐啊，或者吃这个黄豆、吃豆制品啊，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啊。但是榨油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食用油都是转基因大豆。手机看怎么还也是横屏？哎，很奇怪啊。像我这儿就是同时有横屏、竖屏啊，应该那是他不知道谁看到的是竖屏，我看看这个我不知道。来了，点赞啊，欢迎欢迎，大家都点了赞没有？
腾讯的大公司聘看来不轻啊，得调降估值水平了啊。是，腾讯呢，我估计真的是没法整啊。这个如果它比如说大模型确实做得好了，那还有可能往前走一走。大模型本身就做得不好啊，它也没有新模型出来，这个就很难搞了。马老师啊，马老板可逮着机会出来了啊！这个，老子不回来了。这个马老板在这儿呢，马老板今天还在杭州晃悠呢，还露脸了。我们这些老板动不动就2亿补贴，有没有监管？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啊！这个补贴这种事儿呢，其实你特别像，阿里这30亿红包。这30亿里头，阿里自己能出10亿就不错了。大量的钱是谁出的？就是奶茶店出的，就是他这些啊愿意去认这个红包的人出的。实际上，阿里是用他自己的流量啊去给这些愿意出钱的人去这个推广了啊，他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他这30亿呢，看着数大，实际上他自己没怎么出钱。国内几个大模型是不是都是蒸馏自 DeepSeek 和千问啊？还真不是。国内的几个大模型呢，千问肯定是自己在做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现在其实最好用的几个模型吧，豆包、千问，然后呢是这个 Minimax 2.1和这个 Kimi 2.5啊，就这4个模型是最好使的。啊，别的模型呢，就大家尽量少踩坑就好了。都是应该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技术特色吧。来了点赞啊，欢迎。如果 AI 社交跑通了 ，To C 就真的通了。但是 AI 社交到底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其实我最近对于 AI 社交这件事情是有很多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又没有那么成熟的，可以跟这个大家去分享。回头我想一想吧，把一些不成熟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放到这个会员频道里吧。就是我的会员频道一般都是放我这种不成熟的思想。加密货币跌傻了啊，绝对跌傻了。这个，但我觉得呢，加密货币的春天已经到了啊。这个，回头再跟大家讲啊，这个就不在这儿讲了。油是进口大豆油没问题啊，但是运油的车卫生安全就没法说了。这个轨迹 APP 下架也不许再提了啊，这事儿就没法整呗，对吧？其实呢，你只要是大厂啊，特别是民营大厂都是还可以的，就是真正不许说的都是国营的。我都吃菜油啊，不吃豆油和精炼油。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吃这个菜油。其实我呢我们家基本上是橄榄油，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吃这个叫做花生油啊，花生油其实现在已经吃的少了，据说不是很健康，就是橄榄油居多。我们家还买过那个叫什么东西油，叫牛油果油啊，但那玩意儿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这个都用过啊。这个但是你要去饭馆，基本上都是豆油。菜油好像不是上海人吃菜油吗？你个成都的纸老虎怎么会吃菜油呢？好奇怪，成都人应该吃猪油啊。或者说 AI 时代的社交不一定是 AI 社交，其实社交大家注意啊，这个里头是社和交，就是你的社会关系参与到你的交往过程中去，这个呢才叫社交。而 AI 呢自己是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社会的这种认证的，所以 AI 社交里头 AI 它应该是用它背后主人的这个社会身份和地位去参与交往啊，否则的话就不叫 AI 社交了，因为你没有社了嘛，就只剩交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是所有的 AI 背后都有主人的，那么它到底应该如何去运作啊？这个是需要重新去思考的一个问题。AI 时代来了，加密货币的春天就不远了啊！而且我觉得应该马上就到了。橄榄油烟点太低啊，不太适合炒菜，适合凉拌。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家也不太炒菜。
Kimi 的长文本和千问的长文本技术路径有啥不一样的？这个我还真没有特别详细的去研究过啊。菜籽儿油西南吃的挺多的，是吗？我老印象里是这个上海人吃的东西，但我是吃不了菜籽儿油。虽然我也不过敏啊，但是我总觉得菜籽儿油有一股怪味儿，就是一旦这个饭馆是用菜籽儿油的什么的，你打老远能闻见。感觉老范不出山啊，整个世界都不会太平，所以老范继续出山，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一下方向吧。这肯定啊，这指明方向这事儿咱们天天干啊，对吧？每天指860回的啊，这个不用太担心啊，我们会继续指明下去的。这个所谓出山是要有人给付薪水，没有人付薪水，那我也只能是在这摆龙门阵了。橄榄油的烟点比菜籽油低大概10度。菜籽油，我真没什么印象啊，反正我们家从来没买过菜籽油。Grook 才是 AI 社交第一人。我觉得 Grook 那个呢，也不能叫 AI 社交吧，就是他自己确实是有一个位置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呢，他比较奇怪。而且 Grook 在整个 X 平台里，它是唯一的一个人格啊，这个事儿是跟这个真正要玩 AI 社交还是不一样的。真正玩 AI 社交是每一个人的可能有多个的这种 AI agent 或者 AI 的助手啊，他们呢都应该有独特的人格啊，那么才叫 AI 社交，而不是说我在整个平台里只有一个唯一的AI 的这种大语言模型啊，这个是不行的。换成北京电信的宽带好像出来更稳了，这个不知道啊，我们家应该是联通的。北方都是联通，南方才是电信呢。花生油烟点也低啊，我家是花生油和菜籽油。哎，什么油烟点高啊？好像是调和油，或者说那种叫什么，就是做的那种氢化油，那玩意儿烟点高。元宇宙社交啊，社会关系也都挪到虚拟世界。元宇宙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没法整了啊！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这个东西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有了 AI 以后的话，元宇宙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这么个玩法。猪肉熬的油，哎呀，抱歉。大家还吃吗？吃啊，猪油做的很多东西很香的。上海人吃猪油拌面，就是它的葱油面就是用猪油做的呀。四川人是专门用猪油炒菜炒饭啊，那可香可香了。但是呢，猪油做的菜就有一点比较讨厌，就是不能凉了吃啊，必须趁热吃。那玩意儿凉了以后吃了拉肚子。老王不卖瓜啊，欢迎欢迎。菜籽油是有怪味儿啊，我会加点猪油啊，这个也行吧。国产 AI APP 里头豆包还是不错的啊，至少占我日用1%的使用率，98%是 Gemini。哦，昨天我看了一下 Gemini 啊，就是这个，我发现我原来 Gemini 使错了啊，因为我感觉 Gemini 用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幻觉非常非常严重。后来发现我的使用方法是错的啊，这个正确的使用方法是要写一个非常长的系统提示词啊，然后告诉他说我是谁，我到底要干什么使，然后这个请你把所有东西都要去搜索，然后要质疑我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要去所有的结论都要去给出出处，然后要给出可信度，然后要做评估啊，你要写一个这样的提示词给他。然后呢，在 Gemini 里头有一个叫 Gems。要每一次 new 一个 Gems， 然后把这个系统提示词塞进去，然后再调用这个 Gems 再去干活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像我原来那种就直接拎着 Gemini， 然后用没有系统提示词的这个去干活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 Gemini 3的这个幻觉率是10%几啊，要比 Gemini 2.5要高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是我原来使的不对啊，所以不是Gemini 的这个幻觉太厉害啊，这个事儿要跟大家稍微纠正一下。就是 Gemini 有一些这个。就是谷歌自己有一个这个文章啊，就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用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用法不对的话，那真的会被坑的。
老范烧菜水平应该是平均线之下啊，这个误用橄榄油烧菜很正常，因为他家都不会煎牛排啊，这个是不，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本来也不怎么吃煎的东西啊，这个橄榄油呢，烧菜就是你稍微的搞一点青菜，少放点橄榄油，扒拉扒拉也还是可以吃的啊，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做菜呢，肯定是我们家主要是我太太的做菜啊。要老范给全世界指明方向，就属于是这个逾越了吧？这个有人给工资让我为全世界指明方向呢，那就逾越了啊。然后我自己这个没有薪水在这儿，这个随便指个方向呢，咱们就算是啊，这个中年油腻男啊，坐在路边茶馆里头摆个龙门阵啊，这玩意儿还行啊，不能因言获罪嘛。我们这儿还吃啊，包括包包子，有时候啊还放大油，啊大油脂质实际上就是那个炸完油的那个油渣子或者油梭子哈，那个确实不健康，但是呢，你放那个玩意儿以后确实好吃，啊，还有人拿这东西炒饭啊，就是那个油渣炒饭，生菜籽儿油很多人吃不来啊，我就很喜欢吃面要放生菜籽儿油啊，这个我还真没试过。菜籽儿油分生熟吗？这个油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油是不是分生熟啊？社交要不就是美塔，要不就是腾讯，但是呢，我觉得美塔这一次其实也挺难过的啊，就是美塔呢，现在据说他们出的新一代大模型叫牛油果啊，然后呢，这个好像快要发布了。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吹牛，说史上最先进的大模型啊，这个，但是呢，一般这种先出来吹牛的都最后会翻车啊，咱们期待一下啊，这个把杨丽坤干掉了以后，这亚历山大汪到底能不能带着这个啊这个扎克伯格的亿元俱乐部的这些梦幻队员啊，去做出这个最好的大模型来啊？如果他们能做出大模型来，再往前走，其实呢，AI 这个圈子里头。光撒钱是没用的，你必须模型好啊，模型不够好，你撒再多钱都没用，对吧？所以现在呢，国内这帮人应该是他们觉得他们的模型做到现在这一步呢，也就这样了，再往前做不动了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显卡，你再往前推很费劲了，所以呢，就准备开始去抢市场了啊，这个，哎，也没法整吧，反正是肯定生长出来不会太健康。好像是豆油和棕榈油烟点高啊，这个豆油。我觉得肯定还是氢化油的烟点最高啊，棕榈油确实烟点高。我用 Grok 啊，Gemini 和 Grok 同时测问题，结果想不到 Grok 回答的最好。Grok 就是你甭管问什么，最后回答都是英文啊，这个我现在没搞明白，我就懒得再使了。Gemini 呢，我现在其实我用的最多的还是ChatGPT 啊，这个第二多的就是 Gemini。个别的时候就是我要查国内新闻的时候，豆包。联通是最稳的啊，下片最快。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北方联通，南方电信啊。因为我原来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呢，就是电信啊。那时候在上海还特别逗，就是联通跟电信这帮人相互去捡对方的网线啊。这个有时候巨头之间的竞争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对，ChatGPT 用的多。AI Studio 可以预设人设的啊，AI Studio 是可以，就是 Gemini 客户的 Gemini 的那个网页也可以，就是在 James 里头去可以设。然后在ChatGPT 里头是什么呢？就是它个性化，就是你每过一段时间你要去改那个个性化设置，然后如果你多长时间不改的话，那个 ChatGPT 会跳出来说，哎，你这个个性化设置已经好长时间没改了，咱们就来改一改吧。它是这样的。都等不到拉肚子啊！猪油做的菜凉了，吃糊嘴啊！这个好吧，这个糊嘴就别吃了呗。Gemini 3是逻辑思维上提升啊，所以给它更多的背景信息，它的答案质量会光速提升。是的，而且 Gemini 3是这样的，就是它有时候会偷懒，就是用它自己截止到2025年1月份的这个知识库，就直接给你回答啊，你必须要在上面说清楚说。所有的信息必须搜索啊，不允许使用知识库回答啊！你不加这个的话，那幻觉高的一塌糊涂。
先不说榨油，牛油果我是真吃不惯啊。牛油果我很喜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牛油果的。橄榄油的烟点啊，从低起高分初榨啊，这个精炼和混合，用混合橄榄油炒菜是也没毛病啊。但是咱们因为我们家吃油吃的很少啊，非常非常慢，就买一瓶橄榄油能吃好久，所以我们肯定买初榨的啊。Wolfram 是什么位置？什么意思？没看懂。AI 万一泡泡破了，腾讯这种差等生，没准因祸得福呢。这个你真正差等生是苹果那样的，对吧？他直接躺平了，我也不买了，我也不弄了，对吧？就等着你们给我用就完了，我就准备交钱了，对吧？这个才叫真正的差等生的，就躺平的叫差等生。腾讯这儿还是1000亿人民币的这个 AI 基建和10亿人民币的红包发下去，还要四处花钱砸人，砸那个叫尧舜禹，然后这2天还砸了一个度什么回来。对吧？还在干这个事儿呢，所以他走的路真的是跟美塔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他不会因祸得福的，而且，AI 的泡泡就算破，也不是这么个破法。AI 现在很奇怪，就是一方面所有被 AI 影响的，甭管是 SaaS 软件还是游戏都在暴跌啊，另外一方面 AI 自己也在跌，就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得利的人啊。原来还可以卖铲子，现在说你卖了太多铲子出去了。对吧？我没看那么多矿洞啊，这卖铲子现在都在跌啊，真没法整。老范看起来有点憔悴啊，要好好休息啊。对，我也是想好好休息的啊。最近确实是因为又整了一台电脑嘛，因为我的这个枪神已经开始运作了啊，所以确实是稍微有些累。个人感觉北京移动是最不好用的啊。北京移动，就是它移动其实线下这块是差一点啊。联通跟电信呢，电信也要稍微差一点点吧。但是一定要买贵的套餐啊。这个楼道广告上那种低价套餐一定难用。这个我觉得你只要直接买这个运营商套餐都还可以啊，因为楼道里头那种低价套餐有好多的是那种就是小区的那种小服务商做的，那个就不好说了。ChatGPT 每个月付$20啊，但是给问题后回答巨慢，基本弃了啊。这个 Gemini 快很多 ，Grok 以前很快，现在慢一点了。是啊，这个 GPT 5.2，就5.1还挺快的，5.2是奇慢无比啊。所以我现在都是这个提一堆问题，然后呢我就起来去晃荡晃荡，回来它就可能处理完了。但是从我收集到的信息结果来看呢，GPT 的这个质量还是最高的，要比 Gemini 的质量高。哎，第一回赶上直播啊，这个原来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玩这个梗，大家第一次赶上直播，好吧？你这个可能是第一次啊，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常见。小马哥其实也是路径依赖啊，腾讯成功就是靠加一业务起来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意愿。哎，这个我不要把创新想的那么高大上啊，只要是能够解决问题都叫创新。最新消息，抖音可以发语音评论了啊？是吗？这个我还没玩过。准备搞台 Mac Mini 啊，专门刷刷这个 Open Cloud，值得一试嘛？看你要干嘛啊。如果你自己是有程序背景，然后想去研究一下这个架构的话，还是值得一试的。你说我真的希望靠这个东西，这个搞点什么事情出来，那我建议你稍微省一省。北京无人机禁啊，而且到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一直都禁着。现在全国的这个无人机都是需要申请啊。我还准备过几天找地儿去飞一飞呢。大龙虾有点像电影《She》里边的这个 OS1电影，好像还有还是甲骨文老板的女儿投资的，是他儿子吧？甲骨文的老板就是那个拉里·埃里森嘛，他儿子是大卫·埃里森嘛，是那个天空之舞和华纳还是谁的老板嘛？现在最近不是啊，天空之舞和谁的老板我忘了啊，他反正已经收了一家了。
最近是在跟那个网飞在竞购华纳嘛。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平平死了就解禁了，这个不要胡说八道啊。天空之舞和派拉蒙啊，天空之舞和派拉蒙，对，他是这儿的老板，那个叫大卫·埃里森，是这个好莱坞里头最有钱的富二代，因为他爹已经短暂的当上过世界首富了。或者换一种说法，腾讯从来就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啊，但是这一轮 AI 跟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呢，它还是要首先把大模型做出来。就是你像阿里做的千问，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即使到现在吧，跟它主营业务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是呢，阿里一直是有这样的，就是阿里在国内有点像谷歌，就是你们做的东西只要确实有价值啊，是不是跟主营业务接得上都无所谓，你们先做着，对吧？阿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腾讯呢，很多还是要先去问你跟主营业务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对吧？到底怎么去给我们整个腾讯的这个事业添砖加瓦呀？越是搞这个事儿呢，你就越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创新一定是要去破坏原来的一些固有体系的。Gemini 对多语种的支持有点不行，我让他翻译某段内容到英文回答起来，这个就全都变成英文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还是你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有个轻量化的大龙虾叫 Nano Cloud 啊，这个符合我的审美，这个我还没装过啊，这个回头再去研究了。没有模型的大厂就没有市场话语权，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微软是非常非常尴尬的，对吧？它是 OpenAI 最大的投资者，占 OpenAI 收益的49%，但是呢，它跟 OpenAI 之间又人心隔肚皮啊，就搞成这样。那你想推了半天，还不是推自己家的东西，这根本推不动。虽然它这个萨提亚吧，就是也在讲说我们必须要在内部推这个东西，谁不推我就开了谁，但是好像效果一般。阿里不已经变成大国企了吗？想太多了吧？谁是国企啊？支付宝奔国企去了，阿里可不是。国企是那么好当的吗？第一性原理在腾讯有实践的例子吗？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要去问腾讯的人了。我并不认为腾讯的人会去搞这种东西。蚂蚁好像被大国企包圆了啊，阿里不是。蚂蚁呢，其实里头就是有国资，而且蚂蚁可能国资占比还很高啊。但是呢，在中国到底什么样的算国企，好像是有标准的啊。但蚂蚁应该都不能算国企。你像字节跳动似的，字节跳动就是有黄金股，但是好像也就是1%，对吧？就是这种大国资进去占了1%，这种你能算国企吗？你如果这也算的话，那没法整了，对吧？这个。中国有多少承托公司在美国在那美股上在那买股票呢？那你美股可能这些你说得出名字来的公司可能都是大国企，对吧？所以你不能这么讲这事儿。苹果也尴尬，再这样下去，苹果就要成这个臭做硬件的了啊！这个其实也别这么想，你像互联网，其实苹果也没赶上，对吧？搜索引擎它没有，电商也没有，然后这个广告也是后来才做上的。但是人家也做挺好啊，整个做这个手机做这么多年，一直买这个一直其实是把这个自己的搜索引擎卖给这个就搜索引擎位吧，卖给了谷歌，不也挺好的吗？收钱收的嗨嗨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甭管 AI 长成什么样，你还是要买 iPhone 来用嘛，对吧？这个苹果没什么问题，没办法 ，AI 这块苹果太拉了啊！苹果其实。他呢人呢还是整了一堆的啊，但是，苹果的人呢，最后其实好多都是去了谷歌，去了 OpenAI，去了Meta，去了什么这儿了。其实，在苹果他就做不出来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也是，规矩太森严了啊。这个只有乔布斯这种人在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说我打破规则去做点什么事情。他一死了以后，
他原来生前做的各种怪癖的要求就全都变成规则了，而且是这个祖宗之法，这个没法改了，是吧？所以根本就没法弄。所以你看，苹果做汽车也没做出来啊，这个做 AI 没做出来。然后呢，这个乔布斯留给苹果的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永远不买英伟达的东西，对吧？因为当年英伟达出了个显卡插在苹果里头，然后英伟达显卡质量不好给烧了，然后乔布斯要求黄仁勋赔，黄仁勋就死活在那儿耍赖就不赔啊，然后从那以后就立下规矩说再不买英伟达东西了，对吧？这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这两天正在试 OpenCloud 加本地模型，加本地模型多慢啊那玩意儿。ChatGPT 就建议用千问的模型来编程啊，这个腾讯要走的路还很长。这个我觉得编程呢，大家还是 Codex 吧。今天不是 Codex 5.3了吗？啊，这个我还没有把它跑起来啊。这个其实虽然我已经升级了，但是因为今天没有好好的去写程序。收复台湾是不是就能完成芯片这个突破了？哎呀，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咱们还是期待先保持现状吧，啊，先不要去做出什么改变了。乔布斯没了之后，苹果太保守了，是的。但是呢，这个你要知道，在乔布斯加上前面所有的 CEO 挣到的钱，加一块都没有提姆·库克挣得多啊！因为一方面也是通货膨胀，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是 iPhone 啊，所有这东西都大卖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提姆·库克是最会挣钱的苹果 CEO 啊，把前面所有人，包括乔布斯加一块都没他多。内存条每次技术突破都会疯涨，当年 DDR4 好像也是这样啊。我准备等一等，像我现在新买这个机器呢，只有1T 的硬盘和16G 的内存，我准备等到这个内存降下来，我再去买，对吧？因为我现在买的这个枪神它是快拆的，啊，随时就可以把后盖拆下来，就可以往里塞内存条，往里塞这个硬盘啊。我准备过几天再把它当主力机使，但是我觉得主力机我现在还是 Mac 吧。啊，现在我那个枪神已经又停机了啊，这个等待会儿再开，等大家聊够了，然后我再把它打开了去打游戏。库克对于苹果董事会而言，确实是好 CEO，库克对于苹果股东会而言，确实是好 CEO 啊。这个股东会就是所有这个买了他股票的人啊，都是他的股东会成员。普通人如何利用 Codex 编程便利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提议吗？首先你要想我要干嘛啊？你要有需求，只要有需求你就可以去做。这个我今天还在跟朋友在解释说，这个最近啊，这个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玩 Web Coding 啊，玩了以后还玩得很上瘾，比玩游戏还爽。然后我一个完全不懂编程的朋友，其实他还稍微懂一点点吧，就来问我说为什么没听懂。后来我呢一开始用一个相对比较文雅的方式跟他解释，我说这个当一个人啊获得了一个强力工具，可以解决很多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变得更厉害了，对吧？而且呢，解决问题的过程呢是一个商检的过程，会很容易达到心流，对吧？我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文雅的方式去解释，他说我没听懂。我说那我换一个方式来解释吧。我说假设呢，你买了一辆原来从来也买不起的这个敞篷跑车。然后呢，去这个约了一个以前约不到的姑娘啊，然后开着跑车出去出去逛荡去了。然后呢，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变帅了啊？他说这个稍微明白一点了，但是还是没太明白怎么回事。我说呢，这个以前呢只有程序员能编程啊，以后就所有人都能编程了啊。你以前遇到的很多问题你解决不了啊，现在你就都可以解决了啊。他说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就是普通人面对 Web Coding 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状态啊。Codex 我最近因为是从 Codex macOS 出来以后呢，我就又把 OpenCode 停下来了。其实我最近用的几个东西 ，OpenCode、Anti-Gravity 和这个Codex， 其实 Anti-Gravity 还是非常好用的啊。Codex 呢稍微有一点点重。同是在等内存降价，据说内存现在已经开始踩刹车了，没有再继续涨。如果这一波泡沫稍微有一些变化的话，啊，那内存是有可能降下来的啊。现在16G 的内存好像是1000多，32G 的是2600啊。我准备等32G 内存降到1000多的时候，我就去再买一根
啊，加上我原来这根16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估计我这里头应该是一根16吧，不应该是2根这个8吧？我等我把它拆开看一眼。哎，它这个东西好像是这样的。对。对，是一根16，那我就等到时候再去整一根16呗，对吧？这个是没有，再整一根32啊，那我就有48G 内存了。哎，对，好，把它塞回去了。哎，这就是这种快拆的机器就比较好。硬盘的话，我看4T 的现在好像也要2000多啊，因为我以前给我的就是我这儿有2个4T 的，一个是在我的 PS5里头，一个是在我的这个Mac 电脑旁边插的这种移动的这种里头啊。这个原来我都是花1200-300这个价格去买的这个4T 硬盘，现在要2000多了。等什么时候再降到1000多的时候，我再去买。而且厨子跟谁都能说上话，厨子嘛就是这样的，对吧？他确实是4平8稳的啊。内存降价，保守估计要等2027年以后，真不一定，真不一定。老黄对股东来说也是一个护盘的好 CEO，但老黄有时候还会投入一些他自己觉得有机会的事情啊。普通人怎么学习编程啊？有哪些推荐的学习路径？现在呢，其实已经不太需要特别认真的去学习编程了啊。首先你要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首先你要发现，哎，我有一个什么问题，然后把问题描述清楚，然后就可以上手让 AI 去干活了，啊，不需要你自己去学。而且现在有大量的程序是什么呢？是 AI 自动写，写完了执行，执行完了就给删了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所以你不需要学编程，你需要的就是能够把你身边的问题讲清楚。Web coding 确实很上瘾啊，这个绝对的，一旦 Web coding 了以后就停不下来。老黄不一样，老黄是创始人啊，这是真的。当年买3200频率的32G 内存还不到1000块啊，现在不能是3200的频率了，现在要5600频率的。不等真正的 AI PC 嘛 ，AI PC 是个伪需求，从它开始那天我就跟大家讲 AI PC 是个伪需求。本地配这种大显卡只有2个用途，第一个是视频渲染，第二个打游戏，没有什么其他用途啊！千万不要建议在本地跑大模型，那是一个很二的需求。统一内存架构，统一内存其实还是慢啊，要比那个显存要慢。直接买 Mac Studio 太贵了，这个还是很贵啊！你说你连个会员都不充，就建议我买这么贵的东西，你合适吗你？机械硬盘御三家是最不要脸的啊，跟他们有屁关系？他们也跟着涨，好吧？这个机械硬盘这个就没法说了，因为我最近没有买机械硬盘的需求，我的 NAS 里边现在4块盘都插满了。从我开始 Web coding，游戏不玩了，短视频不刷了，币也不看了。这个短视频还是在刷啊，但是游戏确实玩的少多了。以前有本书吧，闭源公司和开源社区的创新方式啊，大教堂与集市。我在想，如果氛围变成社区，算是第3种的话，比喻成什么？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就是氛围编程这个事儿呢，火了1年，现在已经快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原来氛围编程你还是要看程序的，而现在呢，这个 Web coding 是不看程序了，对吧？你不需要懂这个东西了，就可以去做氛围编程了。所以呢，这个氛围编程可能这个要新名词了，这个名词活1年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原来想的那个是对的啊，就是编程这个东西也跟自动驾驶一样，L1、L2、L3、L4，现在呢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
编程正在从 L2.9999进化到 L3啊，就是原来你还要有个人坐在这儿扶着方向盘啊，马上就可以不看了。你像现在这个 Open Cloud 就是大量的代码加进去是不看的，那个他叫 Peter Steinberg 吧，他就说我现在开发程序是不看代码的，直接提要求，做完了他就自己测试通过了就上了，对吧？他是这样的干了。乔布斯当年要没有厨子，估计 iPhone 也达不到这么高的这个市场高度。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创新是1，剩下的什么供应链啊，什么这些东西是0啊。你要没有那个1呢，你有再多0都没用啊。没有逻辑的人很难用好 AI 吧？这个是的。所以中国呢，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教逻辑课，这个事儿是很危险的。普通人应该先去充值 Cursor 啊，这个别，我觉得能去买一个 GPT Plus，然后直接挂 Codex，或者是如果你们在国外的话，就去买那个叫什么Anthropic 的 Cloud 啊，$20的那个，先去把 Cloud Code 挂起来就可以了，就很好使。那当产品经理用 AI 编程能满足他们一切需求了啊，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只是呢，现在 AI 编程出来的产品，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很多细节也能考虑到啊。其实 AI 也都知道有这些细节，但是呢，在你不说的情况下，它不会主动给你加啊，这个就会导致产品经理直接做出来的程序会有很多问题。需要约的是怎么给模型越狱啊？越狱这个事儿没那么复杂。产品经理 Web Code 满足不了什么需求啊？我的实践经验来说，AI 编程依然是程序员的效率工具。现在正在向另外一个极端前进啊！这个你像我现在写程序已经基本不看了，然后我现在技术选型也从来也已经这个超过了我自己会的这个范围。对吧？以前我比如说做技术选型，我会找一个自己能看懂代码的，自己还会的。现在就不用了啊，就是随便说这个问说哪个技术选型更好啊这个啊那用吧，虽然我不会就用吧，然后反正代码也不看。机械硬盘现在本身销量也不算高啊，反正降价也不会提升销量，不如涨价啊，也可以这么讲吧。大教堂与骑士老范以前的节目讲过这本书啊，好像是说过。打个招呼啊，欢迎欢迎，这个回来过年不？当然不能教逻辑了，有逻辑的韭菜不好割了，这个就不，反正比较麻烦吧。中国人的逻辑都是靠数学、靠这个玩意儿去训练的，所以为什么咱们叫工程师治国呢？对吧？这你去做工程，你必须要有逻辑，要不然你没法走。但是呢，我们是不教的啊，而是让大家纯自己去训练出来，是纯去摸爬滚打。逻辑课都自己补了啊，这个都是挨一锤子，然后你就觉得哦，哎呦好疼，这就这么补出来的。Minimax 搭建 AI agent 如何？据说很好啊，但是我因为有 GPT 和 Gemini 来用，所以我用的很少。就是 Minimax 和这个 Kimi 2.5我用的非常非常少。现在据说 Open Cloud 上消耗 token 最多的其实是 Kimi 2.5。但有个事情很神奇啊，虽然不教，但是很多企业招工会考逻辑题。对啊，他们是会考啊，因为你逻辑很混乱，你把企业把它弄进来会没法整啊，这事儿。一般人做点小工序还可以，项目大一点还是需要软件工程的。这个呢，我原来也这么想，对吧？但是呢，你看 Open Cloud 并没有死掉，Open Cloud 还在往前走，它那个项目不小了，对吧？一帮人是不看代码的，就生往前怼。所以我也在讲，我说 Open Cloud 呢算是一个巨大的软件工程实验。如果最后大家就生这么把它怼出来了，那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工程师来说呢，也算是个悲剧。
教学中逻辑课还是有的吧，这个一个是数学课上有数理逻辑，含逆命题，当且仅当，还有一个是我中学选修课学过三段论，呃，断言之类的啊，这个呢，就它没有一个集中的课啊，所以我说中国好多的逻辑是在数学课里学的呢。看代码是次要的，debug 才是问题啊！需求写的再多，没办法测试和 debug，web coding 还是困难重重。现在都没有这个了，现在都是直接在那个，比如说 codex 点JSON 在这里头去写说什么呢？说这个请将所有的需求进行这个单元测试了以后再去这个回复，然后需求不清特殊的地方请再问我，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他们不 debug，都是头天晚上给下一大堆命令，然后这个机器自己就干活去了，对吧？自己测试完了以后，这个 debug 失败了，然后再修改，修改完了再 debug，然后再拿着这个东西，一直到这个早上起来你去看的时候，人家已经干好了。至于他怎么干的，是用最好的方法干的，还是最烂的方法干的，还是中间有什么漏洞，你就不知道。反正他给你做出一个能够跑过单元测试的一个东西出来。请问范老师，Cursor 是不是没必要付费了？Cloud Code 更好，这个不是 Cloud Code 啊，这个不是这么拼的，CLAUDE，CODE 啊，这个 Cloud，你这个 Cloud 是那个龙虾的意思啊，人家那个不是这么拼的啊，Cloud Code 确实更好。AI 社交应该是宠物那种，宠物是人的附属，但是 AI 呢又不是宠物啊，因为宠物其实是活动能力有限的啊，而 AI 的这个很多，比如说写文章、画画的能力要比人还强啊，所以 AI 你不能把它当宠物。其实只有逻辑训练，没有逻辑原理的课也不叫逻，也不叫哲学，什么意思啊？只是伪装成哲学的政治啊，这个政治，咱们的政治都是不要求逻辑自洽的，刻意不教逻辑，愚民教育立本啊，这个也只能如此，因为你教逻辑以后，太多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会被拎出来，他又不愿意跟你讨论。当年拼多多就是在微信里边各种花活做起来的，是啊，因为那是腾讯投资的嘛。美团也这么干的，最早的抖音其实也是从这个腾讯里边起来的，最后都是快速被封掉。可灵3.0为什么这么强啊？世界第一视觉模型了。哎，3.0现在出了嘛？因为我现在其实用那什么用的多啊，极梦用的多，我用可灵用的很少。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一开始想去用可灵，但是可灵特别慢，然后这个体验坏了以后，我就不用了。现在极梦的视频是到3.5 Pro 啊，这个好像还在升级，最近又升级了好像。但是我现在做视频做的很少，这因为实在没什么想说的东西。而中国教的数学比起欧美还是停留在背公式的层次啊，这就别想这个了啊，咱们就看各种比赛吧，你只要有比赛有考试，对吧？都是一帮中国人在那得奖。中华的优良传统是愚民啊，这个那肯定是这样的呀。Kimi 2.5编程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就是 API 还是蛮贵的。没有啊，它不是40多块钱一个月嘛，就是那个第一档的这个叫什么 Code Plan，那个还是挺便宜的。你这个只要编程的话，就千万不要直接买 token 啊，就要去买这个编程的套餐。它高一档的也就是可能也100块钱，还是80-90块钱一个月，大概也就这种水平，就$10一个月和$5一个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课最起码要学到罗素的内容啊，这个没学过。Open Cloud 这个创始人怼代码的时候，也有个基本思路，产品经理是没有技术选型这个概念的。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但是你说真的需要吗？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自己是有这个编程素养的，虽然我这个可能现在选了很多自己不会的这个技术原型去使用，但是呢，这些技术模型的或者这个技术路线的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优缺点、基本的逻辑我还是懂的，也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啊。然后哪个地方有什么坑，我也知道该怎么去绕。所以呢，我现在也在想说，这个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可能再过半年啊，就是我这种知识也就不需要了啊。这个我觉得发展的非常非常快。所以你让我现在说预测说啊，这个东西必须会，不会就不行了。这个我已经不再敢下这种结论了。跟逻辑相关的还有计算机课啊，对，物理课还有电学啥的。就计算机课是举例啊，无论是多粗浅的语言，语非门啊，这个语非门这个离逻辑还是太粗浅了吧？我已经在用了啊，无敌了啊，好吧。没想到快手能出这么厉害的东西，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快手我觉得最近流年不利啊，前2天刚被罚了几千万，然后今天罚了1.16亿，啊，这个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呀。我用 Anti-Gravity，没办法全托管，运行命令行啊都要我来授权啊，这个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写配置文件啊，你可以去配一下。会不会西方叫逻辑，中国叫因果啊？这个就别想中国了，因果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自己你搞不定的事情啊，然后给他找一个理由而已。而且中国的大量的因果实际上叫倒果为因啊。现在极梦的绘图能力已经超过 Midjourney 了吗？没有啊，Midjourney 还是永远的第一。但是极梦呢，特别是就是大家看我现在做的视频封面都是极梦做的。对吧？我的视频封面里边是这样，就是 Midjourney 画底图，极梦负责写字儿，啊，他都是这么干的，效果还挺好的。中学只能培养数学生啊，到老美去培养成数学家了。这个中国只能培养数学生啊，这个也不好说吧。逻辑和因果最大的差异，一个是逻辑不考虑时间啊，二是逻辑不需要具象，所以逻辑能够解释非物理的事情啊。那因果就属于是必须是具体实例呗，就是一个是方程，一个是奇数同种呗。好啊，差不太多了，咱们也聊得蛮开心的了啊，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哎，我看看下周是不是该过年了？嗯，看啊，今天是6号，啊13号还在啊，13号我应该还会做直播，然后14号是礼拜六，15号就开始黄金周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15。那我下周应该还是可以达到全勤，一直到礼拜5的直播啊都可以有。然后呢，这个黄金周有可能就会断更了。其实呢，去年也跟大家讲黄金周断更，黄金周断更，但是去年就赶上了 DeepSeek 发布啊。咱们看看今年黄金周的时候还有谁啊去发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还有什么啊？笼统的说，渔民不太恰当啊，这是社会的博弈结果。哎，其实也不叫博弈吧。中国呢，永远是制定规则的人呢，自己不被规则所管理，然后也不希望其他任何人去质疑这个规则，所以呢，这种规则就属于没有任何纠偏能力的规则。16号才过年啊，是的，数学的顶级奖项还没有中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啊，这个会有的，放心吧。老范辛苦啊，你们也辛苦啊，陪着我扯了一晚上，大家周末愉快。对，菲尔兹奖只有邱成桐啊，这个慢慢等吧。中国强算术啊，这个叫古代是强算术，若没有数学，中国自古以来是没有数学的，但是现在还是有的。下周一过年啊，但我猜老范还是会上线的，不然怎么度过春节无聊的一夜呢？这个看吧，万一呢，对吧？这个万一我就没来呢，这个这么想。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